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这5代中，后梁可以说是最有改革魄力的一个朝代。朱全忠将首都建立在汴州，成为开封府。而除了后唐把首都迁回去洛阳以外，后晋、后汉与后周首都都位于大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开封，不仅方便接受东南方运送过来的粮食，也更容易掌控商业与经济中心。除了首都的迁移，朱全忠也大力整顿宦官。我们知道，在唐朝末年，宦官把持朝政，还能掌控禁军，甚至连皇帝的废立存留也由宦官决定。因此，后梁建立后，朱全忠大力打压宦官以及门阀出身的上层阶级，反而任用原本在唐朝失意的下层士人，像是屡次科举都考不上的，或是有真才实学却只能担任书记官的，又或是原本在叛军中担任参谋的，通通都被提拔任用。除了肃清唐末的歪风以外，梁朝也奖励开垦荒地、减轻租税等等。只不过在后唐兴起后，这些革新反倒又消失了。怎么说呢？李克用死后，他的儿子李存勖合并了河北3镇，经过10几年的奋战，终于推翻了后梁，统一华北地区。不得不说，李存勖是具有战术天分的优秀统帅，但是在政治上就没有朱全忠那么有革新的创举了。单纯从国号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李存勖感念曾经的唐朝带来的恩典，一直都以复兴被梁朝所灭亡的唐朝为己任。因此，在推翻梁朝后，一切又回归到唐朝曾有的面貌，像是重新任用宦官，而高层官员则又找回门阀贵族的后裔。这样不合时宜的政策，当然又造成了阶级的对立与矛盾的爆发，使得李存勖最终在军队政变中遭到杀害。而他的养子李嗣源则趁机夺取权柄，并在平定叛乱后登基称帝，为后唐明宗。明宗可以说是5代十国中难得的明君之一哦。他调整了原本不合时宜的政策，重新找回后梁的旧臣担任财务官，并整合3司，也就是把度支司、盐铁转运司、户部司统整为一个财政部门，然后又建立直属于皇帝的亲卫队、侍卫亲军。这些制度后来都被宋朝所沿用。明宗在位的7年是难得的平稳时期，但在他死后马上又陷入动乱，取而代之的是后晋。不过后晋之所以能够创建的关键，就不得不提到在北方由游牧民族所建立起的王国。大约在唐末动荡的时期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中，契丹族中有一位耶律阿保机，他整合了所有的部族，并在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。原本契丹部族是由好几个部落组成的联盟体，但耶律阿保机打破了传统，建立世袭制度，强化集权，并趁着唐末动乱迅速的扩张，并且吸收逃避战乱的汉人。其中具有学识的文人则受到他的重用与礼遇，借此有了农耕的经济基础与汉人文化的典章制度。耶律阿保机东征西讨，西南方的党项、东方的渤海都逐一被他所征服。当然啦，他更希望能够入主中原，不过心愿未能达成就病逝了，而他的遗愿则由次子耶律德光来完成。虽然耶律德光常常入侵中原，但始终无法征服当时明宗在位的后唐。直到明宗死后，后唐发生了动乱，原本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夺取地位，就跟耶律德光约定，如果契丹愿意出兵帮他，那么在石敬瑭夺得中原后，就把河北的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，并对契丹称臣。果然，在契丹出兵帮忙的情况下，石敬瑭取得了政权，建立晋朝，史称后晋。石敬瑭也就是晋高祖，履行诺言，并割让燕云16州给契丹，还称臣纳贡。不过等他死后，晋出帝就不愿意再对契丹称臣，这就让耶律德光举兵攻入了开封，灭了后晋。公元947年，终于灭掉中原王朝的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，试图执掌中国政权。可惜的是辽国军队改不了烧杀掳掠的习惯，耶律德光又不懂得任用贤臣，导致民怨四起。再加上留在辽国以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纷纷反对入主中原，这都让耶律德光不得不班师回朝，最终病死在回去的路上。虽然这次辽国取得中原的政权以失败告终，但燕云16州倒是并入了辽国的领土。而为了有效统治不同的民族，他们将统治机构分成2个部分，管理契丹部族的称为北面关，治理汉人的则为南面关。主要的方针就是藩不治汉，汉不治藩，
藩汉不同治。回过头来，撤离中原后，位于山西的刘知远举兵入主中原，建立后汉，为后汉高祖。不过这是个短命的王朝哦，仅仅4年就因为内乱与叛变而灭亡，取而代之的是受到军队拥护的郭威，并建立后周为后周太祖。后周太祖替他的养子柴荣打下了不错的基础，不仅减轻人民的赋税，还恢复农业生产，让社会趋于安定，使得柴荣在登基成为后周世宗后，能够继续将后周带往强盛，也让后周世宗有5代第1明君的美称。那么后周世宗做了什么让后人如此赞誉有加呢？首先，在他刚即位时，北汉利用后周政权交替的时期，在辽国的帮助下大举进攻，而世宗不顾众人反对，率军亲征，结果在高平之战击退了北汉的军队，奠定了他的统治地位。之后他借由胜利后的权威，对军队进行改革，建立亲卫军殿前诸班。同时整军需要大量的金钱嘛，所以他也回收国内的铜制品，像是佛像与家具，好用来铸造铜币，使得后周的财政趋于稳固。后周更定目标10年开阔天下，10年养百姓，10年治太平。对此，他也按部就班，逐一落实。首先是开拓天下，他前后3次亲自南征南唐，并吞了长江以北的14州，获得了淮南的盐产地。而得到江北地区的后周，不论是在军事上、经济上以及整体国力，在众多国家中都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了。于是就有大臣建议，先把南方各国都给扫平后，再进行北伐。不过世宗再度独排众议，先不管南唐，直接班师回朝，接着北伐辽国。世宗会这么急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当时辽国的穆宗继位后无心于朝政，辽军也因为连年征战而疲弱不堪，这就让世宗找到了战机。果不其然，世宗迅速占领了莫州与瀛州，不过他却在北上幽州的时候病倒了。因为病情恶化，返回首都后，更在39岁的时候去世。距离他当初设立的30年目标，仅仅只过了5年多。之后继任的是7岁的恭帝，年幼的皇帝无法镇压禁军的不满，于是军队便拥护殿前都点检赵匡胤。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详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宋朝建立。不过在进入宋朝之前，我们最后来聊一下当时的文人与武将的状况。在朝代更替频繁与动乱的时代，政权与军事力量很自然地掌握在武将身上，而原本在其他时代受到众人敬仰的文人，地位则是远远滑落。但实际统治与管理上又无法脱离文官的存在，因此蓄力的重要性就提高了。不管是计算财务、撰写公文、起草诏令，或是外交文书等等实务方面，都让蓄力逐渐得到重用。这种转变当然也影响之后的宋朝的蓄力政治。好的，蓄力受到青睐，那传统士人或者说士大夫呢？面对武将掌权的情势，又该如何生存呢？文官们在动荡的时局里，无法掌握政权，只能尽量规劝武人避免暴政与维护底层民众的生活。典型的范例是，历经了5朝8姓11君，还保持文官首要地位的冯道。他一方面抑制武将膨胀的地位，另一方面又规劝执政者善待百姓。冯道的人生经历也让后人对他的评价很两极哦。有人认为他救济人民，是宽厚且仁慈的长者，也有些人认为他出任不同的君王就算了，竟然还在不同的王朝当官，是没有忠贞与节操观念的大臣。不过说实话，在5代10国的时期，王朝更替频繁，要这个时代的士人不弑2君，应该是有点困难的。这就让之后宋朝的读书人对于5代时期的文人产生了批判与省思。那么，到底学习仁义道德与忠信礼乐的儒者，在乱世中要如何生存呢？是为了要维护百姓而委曲求全，就算出任辽国也没关系，还是贯彻忠诚不弑恶主，从容就义呢？